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4月28日，中南海那堵红墙里头又传出动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了。新华社的通稿说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最前头呢，照例死死顶着习近平主持，这不挺正常吗？不对，这件事儿您要是拿着放大镜往里头看，越看越不是味儿。政治观察家们盯着 CCTV 那块屏幕，不就是看政治局这帮大员们开会同框的画面？结果好几个月了，画面死活就是不出来，扔给你的永远是几大篇干巴巴的文字通稿。大家仔细咂摸这里的门道，普通的政治局会议，中共本来就不给现场画面，那么中共真正能拿出来证明老大们还坐在一起的铁证是什么？两个东西，一个是民主生活会，一个是集体学习。1月30日先开普通政治局会议，当天又进行了第24次政治局集体学习，都有报道。但是从那之后，2月、3月、4月，政治局会议召开，通稿照发，央视也照样播习近平主持会议，但集体学习不见了，民主生活会更不见了，政治局同桌的画面没有了。这说明什么？轻一点说，是党内斗争已经白热化到了极点，大家连虚与委蛇，互相给个面子演戏的心情都没了。重一点说，是他们可能真的再也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了。这红墙里的刀光剑影，这高层内斗的惨烈程度，早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在这样一个连桌子都不敢同坐的背景下，咱们再来看看今天这篇经济通稿，你就会发现这里面藏着的全是要命的剔骨尖刀。4月28日，政治局开会研究经济，这个级别顶天了吧？按理说，现在中国这经济早就被抬进 ICU 了，身上插满管子，就剩最后半口气。外头那些嗷嗷待哺的房地产商、地方城投、民营老板，跪在红墙外头，眼巴巴地盼着什么？盼着降准，盼着降息，盼着开闸放水，救命啊！可是你拿放大镜把这篇新华社通稿一字一句的看，偏偏就是不给你端出来这几个字。通稿里敲锣打鼓喊的是什么？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盘活存量，搞什么水网、电网、地下管网、物流网，可就是没有一句话是让金融口马上开闸放水的，完全没有。不对呀，这水闸的钥匙不是在何立峰手里吗？他要放水跟老习商量商量，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他不就是老习在经济盘子里调资源的大总管吗？难道他不想放水？他最想放，往死里印钱，先把眼前的雷扛过去，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再说。可这一次政治局偏偏不给他这个口子，这么看来是有人当着全党上下的面，硬生生按住了何立峰拧水龙头的手，这就是当众上眼药，更狠的刀子还在后头。大家注意，通稿里冷不丁冒出来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词，整治内卷式竞争。很多御用经济学家跑出来，国家这是心疼企业互相压价呀，要管管行业恶性竞争啦。朋友们，中共的公文那都是杀人的政治密码。你往深了看，这句话是在骂谁？谁最爱搞这种内卷式的打法？还不就是发改委这帮人，还不就是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央企平台？这几年一拍脑门一个新赛道，一拍大腿一个国家战略，光伏、新能源车、半导体全凭行政力量大干快上，最后砸出了什么？砸出了漫山遍野的烂尾工程，砸出了天量的地方债，砸出了疯狂的价格战。现在政治局把内卷式竞争这顶大帽子白纸黑字的摆在通稿里，这就等于把过去几年何立峰他们那套产业政策打法死死钉在了墙上。一句话，水我不给你放，但以前挖的坑这笔烂账你要给我认。何立峰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儿，宫里先把管水的人叫到桌边，冷冰冰地告诉他，别急着救场，
你先当着大伙儿的面说清楚，过去这几年到底是谁把池子给挖漏的。推演到这一步，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会最后究竟是谁主持的？这连环巴掌到底是谁打的？谁让开的会？谁定的调子？这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更绝的是，这篇通稿的最后一句轻飘飘地扔下8个大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中共的黑话词典里，这10个字一出，往往伴随着人头落地，经济谈不拢，帽子就要换。哪个人该下台了，哪个人又该踩着别人的尸骨爬上去了，全都藏在这几个字后头。水没放出来，但这红墙里的血恐怕已经流了一地了。这场政治局会议通稿的最后一段，藏着一句最阴最毒的话，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其实这10几个字是一把尺子，而且是一把2头带刺，谁都没法明着反抗的量天尺。习近平说，地方干部政绩观有问题，我要整顿你们。元老反手一个巴掌扇过去，好啊，那咱们就按正确政绩观来好好量一量。过去10几年那些几万亿的烂尾工程，随时要命的地方债，到底是谁搞出来的？全给我拿上秤。最让人冒冷汗的是，中央刚把尺子立起来，地方的封疆大吏们已经接过了刀，政绩观这把铡刀已经下省点名了。你看，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整改整治，中央的尺子刚放下，地方书记马上拿着尺子往下面量，谁的政绩有假账，谁的旧项目要回头看。再看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那边抓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审计就是查钱啊，是查你这个人是不是个搞面子工程的骗子，是查你手里的账本是不是个烂摊子。人和钱一起查，地方干部的椅子现在能不发凉吗？更阴更狠的是安徽的省高院、省检察院也双双部署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一条杀气腾腾的流水线。组织部负责换人，纪委负责查账，法院和检察院负责把你查出来的烂账直接变成送你进监狱的刑事案子。就在这把尺子立起来的同时，中组部发出了关于换届纪律的通知，省级以下的换届和人事大盘正式进入生死观察期。有的省还是习近平的人坐在书记位置上，他就会拿这把刀去清自己对面的那批人。有的省已经是团派掌了局，那这把刀就会反过来清理老习人马留下来的旧账。大清洗已经开场了，拿三农口、粮食口、返贫口举例。前面副总理刘国中刚跳出来喊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后面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立马换将，底层老百姓饭碗保不住，随时要返贫的这笔天大烂账已经压不住了，必须换人。而随时压不住的这些口子还有很多。接下来的2个多月，随着中纪委到各省各部委的巡视组工作的进展，会有大批人落马，也会有一批干部上位。军队清洗砍的是将军，人数有限，党政系统一旦开刀，各个级别各个归口一层一层往下扒，那就是几千上万的位子要换人。在继续往下讲之前，也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平时想调养身体补一点元气，有没有比较稳妥品质好的选择？普瑞堂的选宝黑参就非常合适。现在通过江枫世界专属优惠方式购买，每满$500一单就可以获赠一根选宝黑参，买的越多赠的越多，而且支持全球包邮。大家下单的时候记得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JF。 还是那句话，身体是自己的本钱，局势再乱，人也得先把精气神养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普瑞堂看看。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往下看。大家注意看，这次政治局通稿里有一句话，像一根倒刺死死扎在了李强的软肋上。
通稿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很多人觉得人工智能嘛，当然要治理，不治理才不正常。可是朋友们，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句干巴巴的科技官腔。玩政治的都知道，这句话是用冰冷的眼神在敲打李强。你们浙江帮可以继续拿杭州六小龙来撑门面，但绝不能把一个连跑分都没站稳的 AI 神话硬吹成包治百病的救国神药。对李强来说，最憋屈最要命的就在这儿。大家看看他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总理椅子，几条腿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房地产塌方他不敢提，消费趴下了他没法讲，地方债连环暴雷，外资跑得连头都不回。堂堂大国总理坐在那张冷冰冰的大桌子前，总得从袖筒里掏出一块遮羞布来交差吧。什么 DeepSeek， 什么杭州六小龙，全被他一股脑塞进了心智生产力这个大框里，当成了自己最后保命的护身符。可政治局这次会议，李强为什么难受？他不是心疼什么 AI 被治理，他是心疼自己呀。如果连 AI 这块最后能拿出来撑门面的招牌也被政敌写进了严加治理的黑名单里，那李强坐在总理椅子上还剩什么？是个空壳啊。可偏偏 DeepSeek 在4月24日发布的 V4， 连路透社给出的评价都冷得像冰窖一样，新模型没有让市场惊艳，这可是直接要了李强的亲命啊。大家别忘了 DeepSeek 在去年是个什么存在？那是李强亲手捧起来的金字招牌，更是他给习近平交出的心智生产力第1号政治样板房。可现在呢，这栋样板房没塌，但墙皮已经开始大片大片的往下掉，已经镇不住政敌的冷枪，再也吹不起那种包治百病的政治神话了。浙江老巢的人马上慌了，赶紧把别的牌也抬出来救助。就在4月28日，浙江祖公连夜发预告，要把杭州六小龙里的强脑科技创始人，还有搞商业航天的私企老板拉去给全浙江的党政干部上大课。这架势是摆给谁看的？是隔空喊话，讲给中南海那张看不见的会议桌听的。报告中央，我们不只有大模型，我们还有脑机接口，我们不只有 AI， 我们还有商业航天。李强总理的这张科技成绩单还能再抢救一下。所以朋友们，看懂这场政治局经济会议的杀机了吗？表面看是在研究经济，实际上每一刀都精准地剁在人身上。何立峰想开闸放水，水管被死死卡住；地方诸侯想保位子，换届的铡刀已经下到省里。李强想拿 AI 当防弹衣，结果这张牌直接变成了他的催命符。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通稿上高高挂着习近平主持，可真正的会议室、桌面、座次、与会者的表情，一个镜头都不敢给人看。中南海那张象征团结一致的会议桌，早就被几个派别掀翻在地了。红墙里的这些人正躲在镜头照不到的阴暗处，疯狂地清洗对方的位子。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把红墙里这张被掀翻的桌子拆清楚了，麻烦大家帮忙点个赞，订阅一下频道，也转发给关心中国局势的朋友。感谢大家收看江峰世界，揭开红墙里的重重黑幕。咱们下期节目再见。